哎，你说这外国爸爸会带孩子不？这不最近我回国了吗？很多人问我，彩玲这外国爹带孩子你能放心吗？咱说实话啊，我这大胖媳妇作为一个胖子，她不是个好胖子，但是作为一个媳妇儿，她是个好媳妇儿。作为孩子爹呢，我对他的爹格很知足。但是从养孩子的观念上呢，俺俩还是有这个中西家长育儿观上边的差异的。比如说啥呢？比如说他从来不会给孩子盖被。你是不是想说当爸的心都粗？哎，我刚开始也这么想的。后来去加拿大，发现我婆婆也这样。再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所有的父母，就我自己晚上起来给孩子盖被。有一次我去婆婆家嘛，我婆婆让孩子跟她一屋住。早上起来我上楼去看，她自己搁那夸夸给自己美甲呢，那家差点窜出火星子那家伙。孩子亮个小白肚，被全踹下去了。我就赶紧给盖上，我说这么睡肯定得感冒啊。我婆婆呢非常不解，跟我说她如果冷她自己会处理的。我当时就有点想扇她，你知道不？我寻思孩子不到2岁，你咋不说他如果冷他应该自己给自己织条毛裤腿呢？但是我跟我身边任何一个外国人吐槽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的一致诊断结果都是我有焦虑症。就在他们之中就我这辈的人也好，我父母那辈的人也好，就在孩子已经不再需要晚上你给他喂夜奶了以后，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说半夜起来看看孩子踹没踹被这个事儿。我就问他，我说那孩子晚上要是踹被了，他不冷吗？他们的回答统一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喊的健身男，那就是你不够猛；不喝的老丈人，那就是你不会捧；不见的嘟嘟唇，那就是你不会整；不醒的踹被娃，那就是他不够冷。所以他们都这么认为，真冷了他就醒了。那我们大人也是需要休息的。咱再说孩子上学中午带饭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我准备呢，我肯定是头一天晚上给他做出来，那咱整的得差不离儿，对不？如果要是我老公准备呢，那肯定是早上就是准备上学手忙脚乱的时候，他随手霍吧出来一个什么玩意儿。基本上呢就是三明治、面包抹点沙拉酱，完夹片火腿，完了。就这个活我还是那句话，咱说只要我妈的泰迪不喝醉，我姐的萨摩不心碎，我四舅爷的母猪不宫寒，我三爷姥的王八不崩溃，就这点活肯定能给你干出来，就是一点挑战性都没有的这么一道料理吧，就是。所以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就不能说再多花点功夫，稍微上点心吗？人家的回答是：第一，那大伙中午都吃凉三明治，咱也不能说简单的美味它就是可耻的，对不？那你说你一天臭豆腐拌大米饭，你燥的直冒汗；老干妈下白面条，你香的直掉毛。咱也没看着说你臭豆腐上边非得点个鱼子，你老干妈里边非得雪个鹅肝儿，对不？你那不也是简单的美味吗？第二，那我中午上班，我给我自己准备午饭，也就是简单夹个三明治，我也没有时间给我自己整复杂的。那孩子跟我一个待遇，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还别说，国外这白人小孩还真都是吃凉三明治长大的。国外的家长呢，基本也都是像我老公这么想。你说我以前寻思是不是外国人他老人不帮带孩子，年轻的父母们太忙了？其实也不是。你像我婆婆是在她最小的孩子上初中以后，她才去工作的。但是我老公他几个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早上起来夹好三明治带上学校。就是作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我婆婆也从来没觉得说自己有这个义务早上早起来1个小时给孩子们做顿热乎的好饭。还有你去国外的餐馆看他们点菜，那可能爸爸妈妈点了一瓶好的红酒，然后俩人可能整个惠灵顿牛排啥的，那孩子的菜单上就是土豆泥、薯条、焗马铃薯，反正就跟土豆较劲。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孩子的味蕾他又不会享受高端食材，为什么要浪费钱？我有个朋友，他以前是给这个有钱人做旅行定制的，他跟我说他这些客户就这些英国有钱人呗，大多数全家旅行的时候，夫妻坐头等舱，后边跟一帮孩子全坐经济舱，理由也是一样，他们又不懂得怎么享受头等舱，领他们度假他们已经很幸运了。完经济舱呢也有这种情况的，就孩子小嘛，没有座嘛，父母在座上那俩睡的四仰八叉的，给孩子放地上了，在地上睡。反正飞机上这个地呢也不算凉，但让我妈看着了，那给我妈气的，就差点上那管人小两口要孩子，要给人领养着。我呢先来试试水，看看这个话题你爱不爱听。你要是爱听呢，我就再跟你深度唠扯唠扯我婆婆他家更极端的育儿观。哎，对了，忘告你了，我隔离结束了，我出来了。哎，这屋什么味儿啊？自由。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人是听不明白中国人说的好赖话的，就是你这句话是夸他还是阴阳他，在他耳朵里是一样的。我家这位大胖媳妇尤其严重，我一直以为她是心大不内耗，然而最近我们家意外发现了一个多年未解之谜：大胖媳妇耳朵聋。又到过年了，承蒙厚爱，我们家要去北京卫视参加春晚录制，导演组让我们家一起唱首歌。录制当天，我和孩子们都是20分钟结束。
生长在悬崖。上中秋春又来，能让心血润滑。哎呀，太棒了！大胖媳妇儿把整个录音棚录疯了。向东去春又来，向东去春又来。玩的。录音老师刚开始信心满满，说这样别着急，我们现场给他示范一下就好了。去春又来，向东去春又来。春又来，向东去春又来。When my hands goes down, your voice go down. 春又来。向东去春又来，崩溃了！大胖媳妇非常委屈，说我觉得这个录音公司有点针对外国人，就抓着我录到半夜，那该咋是咋的。你把我唱的和原唱，你发视频让广大群众评评理，那不是一模一样的吗？后来在场有个搞音乐的人跟我说，姐，这种情况我们见过，到了他这种五音不全的程度呢，他唱不对，是他耳朵有问题。咱们能听到的各种音调的区别，在他的耳朵里听到的是一样的。你不信，观察一下姐夫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症状。我当时还不信，但是马上张大铁回家阴阳他爸听不出来，我才开始琢磨，好像是有道理。因为汉语一模一样的话，你用不同的语调就代表不同的语气，甚至导致意思完全相反，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永远不懂汉语言文学的核心阴阳怪气。你做过了3遍，我做过好多遍。是你多厉害呀！你那歌唱的，我都服了，真的。你很厉害，谢谢。真的崩溃了。那耳朵不好使，我们只能多练。我平时没时间陪她就爱找小度天天闺蜜机 Pro 4K Max 聊天，独处的时光还能用小度追剧、健身，万向轮推哪儿都方便。想客厅 K 歌、打游戏也不在话下。32寸4K 护眼大屏，超绝视听享受，有爱更懂你。我家这父子关系目前还不错，全靠大胖媳妇耳朵缺陷，屏蔽掉了张大铁对父亲所有的阴阳怪气，要不然早伤心了。我的天哪！我跟你讲了吗？你唱不够不？你不高血压，谁高血压啊？张大铁这句你不高血压谁高血压是一句经典的东北讽刺，但大胖媳妇以为这是一个问题 question， 还有谁高血压，并做出了回答。我的妈妈高血压。张大铁也懵了。谁问？你挺累的。还行，其实没事劲儿啊。是谁都看不出来。来点，你别累了啊。不会。所以你说，要不然大胖媳妇活得快乐呢？我采访了一下大胖媳妇关于儿子对她的情感。哎，你如果用3个词来概括张大铁对你的情感，应该是什么？喜欢、崇拜，还有离不开。当大胖媳妇儿第一次冲浪，好紧张啊！ My brother. Hey brother! Ay, shito brother! 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